发信日短信叮咚一响，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先是长舒一口气，接着又被一股莫名的焦虑感牢牢抓住。房租、车贷、孩子的兴趣班、爸妈的体检费，指头在账单上划拉一圈。刚到账的工资就像沙漏里的沙，还没等你细品就见了底。你明明比谁都拼命，把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省钱简直刻进了骨子里。可为什么身边的人，房子越换越好，房子一套又一套，你却总是在够花和不够花之间来回打转呢？这本书的作者哈维·艾克，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现在这个越努力越迷茫的怪圈里，他折腾过各种生意，从小店到杂货铺，每次都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能成功。结果呢，一次又一次，他被现实打回原形，躲回父母家的地下室。他形容那种日子就像得了尼斯湖水怪病，只听说过赚钱这回事，却从来没真正摸到他的影子。直到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牌局之夜，他父亲那位开着豪车的朋友看着他落魄的样子，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哈维，你不是没潜力，是你脑子里那些关于钱的想法全错了。那时的哈维还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财富差距，从来不是谁更努力，而是你脑子里那张财富蓝图的较量。这就像你家里的空调，不管外面天气多热多冷，它总会把室温调回到你设定的那个度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也藏着一个隐形的刻度，它决定了你觉得自己配拥有多少钱。有的人把这个刻度设在够花就行，于是他的工资永远都刚好能覆盖账单。而有的人呢，所以总能在看似无望的危机里找到新的机会。哈维就是这样，他一点点地把那个把自己困在地下室的贫困刻度改写成了千万富翁模式。这本书要讲的，不是让你去熬夜搞什么副业，或者冒险炒股，而是要帮你找到你潜意识里那个藏着的财富刻度。一旦你开始像那些真正有钱人一样思考，赚钱的逻辑跟你过去想的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总以为赚钱靠的是能力、机遇或者单纯的努力，可现实是，同一个行业，有人却赔得底朝天。同样的工资，有人能攒钱买房，有人却月月光。这背后真正的差距，就是那张财富蓝图。哈维在书里举了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数据显示，大约 70% 的彩票大奖得主会在几年内重新回到中奖前的经济状态。这是为什么呢？都为他们的财富蓝图根本没变，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只配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就算意外得到了巨款，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大肆挥霍、投资失败把钱送走。反过来，那些白手起家的富豪，就算一时破产了，也能很快东山再起。币钱大亨特朗普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曾经负债9亿美元，几年后却又重新登上了富豪榜。哈维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蓝图设定的就是亿万富翁，就算金钱暂时失去了，那颗有钱人的脑袋还在，早晚能把钱再赚回来。这就是致富的真相，比外在的财富不过是你内在蓝图的打印件。就像一棵树，地面上那些茂盛的枝叶、鲜花和果实，都离不开地下那盘根错节的根系支撑。如果你想改变杰出的果实，就得先从改良根系开始。既然这张财富蓝图这么重要，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哈维给出的答案可能有点扎心。他说，我们大多数人的财富蓝图，其实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被写好了。这就像一台电脑的操作系统，在你还没学会独立思考的时候，就已经被预装了各种程序。这些程序主要来自3个地方。首先是语言的灌输，问我多少关于钱的话，父母亲戚、老师，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就成了你一辈子的财富魔咒。比如钱是万恶之源，
有钱人都很贪婪，或者我们家从来存不住钱。哈维自己小时候每次跟父亲要钱，得到的都是那句，这句话就像一根刺，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赚钱是件又艰难又羞耻的事情。这些话看似无关紧要，却会悄悄钻进你的潜意识。就像有的人一听到投资就觉得肯定会亏本，一听到涨价就觉得根本买不起，这些反应背后往往都是童年听过的那些话在作祟。其次是耳濡目染的模仿，小时候习惯到大人们是怎么对待钱的，孩子天生就是模仿家。如果父母总是为钱争吵，你可能会潜意识里觉得金钱等于痛苦。如果父母省吃俭用，却总是说不是为了你，我才不花钱，你可能会觉得赚钱等于牺牲。如果父母一边抱怨没钱，一边又拒绝尝试任何新机会，你可能会认为贫穷是命中注定，根本改变不了，每次开工都要借一大笔钱，所以他们家经常是半年节俭，半年阔绰。他为长大后发现自己做生意时也会不自觉地重复这种大起大落，这就是模仿的力量啦。你会变成你最熟悉的那种金钱使用者，哪怕你骨子里很讨厌他们的方式。最后是那些特殊的情绪事件，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跟钱有关的特别强烈的情绪？也许是因为没钱而错失了心爱之物，也许是亲眼目睹父母因为债务而崩溃的场景，甚至可能只是一次被同学嘲笑穷的难堪经历。这些带着强烈情绪的事件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让你觉等于伤害，或者金钱等于羞辱。书里讲了一个护士乔西的故事，她收入很高，却总是存不住钱。后来她才猛然想起，父母因为钱大吵一架，父亲当场心脏病发，死在了她怀里。从此以后，她的潜意识里就认定了金钱等于死亡，所以她总会不自觉地把钱扔掉，以此来逃避那种巨大的痛苦。你看，语言的灌输，耳濡目染的模仿，还有那些特殊的情绪事件，这三套编程工具共同打造了你的财富蓝图。更可怕的是，你对此可能毫无察觉，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金钱行为。不过，好消息是，你的财富蓝图并不是天生的，就像电脑可以重装系统一样，你的财富蓝图也完全可以改写。帕维给我们提供了4步方法，每一步都藏着打破僵局的关键。第一步，察觉，需得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错误程序。拿出一张纸，把那些你小时候听过的所有跟钱有关的记忆和感受都写下来。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当你把模糊的感觉变成具体的文字，你就已经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就像哈维说的，你不可能修改一个你都看不见的程序。想想看，比如赚钱要靠命，你爸妈对待金钱的习惯是什么？比如爸爸从不投资，还有那些跟钱有关的难忘事件。比如因为没钱，我没能参加那个一直想去的夏令营。听清这些程序是如何操控你的。接下来问问自己，这些过去的经历现在还在影响我吗？理解的关键在于找到过去和现在的关联。比如有的人发现自己不敢赚大钱，是因为小时候听妈妈说有钱人都会被人算计。原来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害怕被算计，所以潜意识里一直在拒绝财富。或者你从小听过有钱人都很坏，所以你升职加薪后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愧疚。又或者因为父母总说省一分是一分，所以你明明需要花钱提升自己，却总是少不得。还有人因为小时候被嘲笑穷，所以宁愿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愿承认自己需要钱，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很多人会陷在自我否定里，
觉得自己我就是不会赚钱，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真相是你现在的金钱习惯不过是童年学来的二手程序，它根本不是你的本质。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爸爸总说赚钱难，那是他的经历，不是我的。我小时候没钱买玩具，那是当时的环境，不代表我永远配不上好东西。划清界限不是让你穷人，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一种全新的活法。第4步，重新设定，用宣言改写你的潜意识。最后一步就是给你的潜意识输入新的程序。作者建议我们用带着强烈情绪的宣言，同时可以配合一些身体动作，比如把手放在心上，这样能让潜意识更容易接受。别觉得这很傻，语言是带着能量的，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话时，你就是在慢慢地替换掉潜意识里那些贫穷程序。他为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对着镜子大声喊道，我是有钱人。从一开始的尴尬脸红到后来的坚定自信，这个过程帮他把地下室思维彻底换成了千万富翁思维。但记住，改写财富蓝图的核心可不是光靠想明白，而是要真正的做起来。这就像你知道运动能减肥，但只有你真正穿上跑鞋出门跑步，体重才会发生变化。财富蓝图的改写也是一个道理，你需要在每一次金钱选择中刻意去对抗那些旧程序，并积极实践新程序。比如过去看到打折就想买，现在你会停下来问自己，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还是仅仅因为想省钱？现在你会试着去了解这个机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问问自己，我能承担最坏的结果吗？现在你会把它换成，我正在想办法赚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行动，且能像水滴石穿一样，慢慢重塑你的财富蓝图。而这也正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核心。当你开始用有钱人的思维做选择时，你的行为会跟着彻底改变，最终你的财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毕竟在这场致富的心理游戏里，你真正的对手不是市场，不是运气，而是那个藏在你潜意识里旧的自己。只有打败了它，你才能真正打开财富的大门。如果说财富蓝图是你潜意识里的一套操作系统，那么财富档案就是这套系统里的一个个核心程序。作者哈维观察了成千上万的富人和穷人，总结出了17组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看起来简单，却像一道道分水岭，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彻底隔开了。第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有钱人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而穷人却觉得人生发生在我身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失业了就怪公司裁员，没钱了就怪老板小气，投资亏了就怪市场不好。他们的人生仿佛完全被外界操控，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他们会用责怪、合理化、抱怨这3件套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哈维在课程中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有个学员都快40岁了，换了10几份工作，每次离职他都能找出一大堆理由，同事太难相处，领导没眼光。可他从没想过，为什么总遇到难相处的人？为什么没眼光的领导偏偏总针对他？他能相信自己是人生的驾驶员，而不是被动等待的乘客。就算遇到挫折，他们也会先问自己，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你看，核心差异就是，穷人把精力花在解释失败上，而有钱人呢，把精力都花在解决问题上。再看看第二的区别，有钱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不要输。如果你问一个穷人，他赚钱的目标是什么？他可能会说，够花就行了，能按时还上房贷，我就心满意足了。可如果你问一个有钱人，他会说，我要赚够1000万，我要实现被动收入，覆盖所有开支，我要让我的家人
再也不用为钱发愁。这两种目标的差距有多大呢？一个就像只想不摔跤的运动员，另一个呢，是瞄着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所以前者永远只能在原地踏步，而后者才有可能突破极限。穷人的目标，所以他们会选择稳定的死工资，不敢尝试投资，甚至害怕升职。就像有的人明明有能力创业，却安慰自己小富即安，明明有机会跳槽涨薪，却担心新工作不稳定。但有钱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赢，所以他们愿意为了高回报去承担风险。哈维当年开辟一家健身用品店时，就用信用卡借了$2000创业。有人劝他稳一点，他却斩钉截铁地说，我要的不是稳，是成功。所以核心差异是，穷人是被恐惧驱动，因为怕失去，而有钱人呢，是被渴望驱动，因为他们想得到。有钱人，他们努力让自己有钱，而穷人呢，只是嘴上一直想着要变得有钱。这句话几乎人人都会说，但真正有钱的人，他们说的是，想和致力于这里的差距有多大呢？就像想减肥和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步，后者已经落实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哈维年轻的时候做过10几种生意，可总在遇到困难时选择放弃，直到他明白致富是需要偏执的投入的。穷人总是喜欢找那些轻松赚钱的方法，幻想着中彩赚技巧。他们的逻辑是，等我找到好机会，就一定能成功。他们相信机会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他们愿意一天工作16小时，甚至在看不到任何回报的时候，也能咬牙坚持。哈维开健身用品店的时候，连续2年没有休息日。有人问他值得吗？值得的不是结果，而是我知道我为我想要的生活拼过命呢。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就是，穷人用想来消耗能量，而有钱人呢，是用做来积累能量。第4个财富档案，有钱人想得很大，穷人却想得很小。一个穷人可能会说，能顾好自己家就行了，而一个有钱人则会说，我想帮助10万人，甚至100万人。哈维说，这不光是野心大小的问题，你能赚多少钱，其实取决于你能帮助多少人，解决了多少问题。就像医生赚的钱比护士多，因为他们能帮助更多生病的人。连锁店的老板赚的钱比个体户多，因为他们服务了更多的客户。穷人总是在自我设限，我没那个本事帮那么多人，万一搞砸了怎么办？他们开一家小店就满足了，做一份工作就停滞不前。他们不知道小池塘里是养不出大鱼的。哈维开第一家健身用品店时，计划的可不是只开一家，而是直接奔着开100家分店去的。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来都不是赚点小钱，而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是被恐惧困住，太怕失败，而有钱人呢，是被10倍失跌做出贡献。第5个档案，有钱人专注于机会，穷人则专注于障碍。想想这个故事，他能看到当地人都不穿鞋。第一个人立马说，这里根本没人穿鞋啊，而第二个人却兴奋地说，哇，这里居然没人穿鞋。这意味着市场简直太大了。这就是穷人和有钱人的区别，前者只看到障碍，后者却能看到巨大的机会。穷人的思维模式是防御型的，创业前他们会先想，投资前他们会不停地算风险有多大，甚至在机会面前，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我没经验，我没资源。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场排雷，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躲避危险上。有钱人的思维模式则是进攻型的，他们当然知道任何机会都伴随着风险，但他们更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哈维当初开健身用品店时，
没钱租店面，他就跟房东合作，用分成的方式付款，他就挨家挨户地发传单。他说，想做成事，就不能等万事俱备，因为那样你永远也等不到。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找借口来保护自己，而有钱人呢，用找方法来突破自己。第6个档案，有钱人欣赏其他有钱人和成功人士，而穷人呢，往往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肯定是贷款买的。听到别人创业成功了，他不是靠运气好。这就是典型的穷人酸葡萄心理，他们通过贬低有钱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为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看到开豪车的人会偷偷骂一句暴发户，听到别人赚大钱，直到他后来发现一个真相，你不可能成为你所讨厌的人，就像你讨厌自私的人一样。如果你打心底里讨厌有钱人，你的潜意识也会拒绝你成为一个有钱人。而有钱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会向优秀的人看齐，他们看到别人成功，会去思考他到底做对了什么。遇到比自己富有的人，他们会主动上前请教，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他为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他主动向一位富翁请教，您当年是怎么赚到第一笔钱的？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讨厌来隔绝机会，而有钱人呢，用欣赏来连接资源。第7个档案，有钱人会和积极的成功人士交往，而穷人呢，则喜欢和消极的不成功的人待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在财富领域，他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在自己朋友圈平均收入的 20% 上下浮动。穷人喜跟自己同频的人待在一起，一起抱怨老板，吐槽社会，嘲讽那些努力的人。他们的逻辑是，大家不都这样吗？消极是会传染的。就像你跟胖子一起吃饭容易变胖一样，你跟抱怨的人待久了，也会变得消极。而有钱人呢，他们会刻意的向上社交，他们清楚的知道就去接近什么样的人。哈维刚创业时没钱加入高端俱乐部，他就去高档餐厅蹭氛围，他是去观察有钱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后来赚到钱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因为在那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赚1000万，而不是哪里的菜最便宜。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合群来安慰自己，而有钱人呢，是用择群来提升自己。第8个财富档案，有钱人乐意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价值观，而穷人呢，把推销和宣传看成不好的事。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忽悠和讨好的代名词。穷人尤其反感，我凭本事吃饭，为什么要宣传自己？可现实是，如果你不会宣传，你的价值就会被埋没。哈维见过太多有才华却很穷的人，比如却从来不主动展示作品，结果客户都被那些会吹牛的同行抢走了。还有位讲师，课程内容非常棒，却不好意思招生，最后只能靠兼职勉强糊口。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价值。有钱人则明白，宣传不是吹嘘，而是让那些真正需要你的人能准确地找到你。就像医生要宣传自己的专长，作家要宣传自己的书，你不告诉别人你能提供什么，别人怎么会来找你呢？哈维开训练课时，会主动在电台报纸上分享自己的理念，他却回应道，如果我的课程真的能帮助别人致富，那么不宣传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核心差异是，穷人用清高来掩盖自卑，而有钱人呢，用宣传来传递价值。第9个财富档案，有钱人比他们的问题更大，而穷人呢，却觉得自己比问题小。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搞不定。穷人遇到困难时，
总会觉得问题比自己大得多，于是他呢选择逃避拖延，最终放弃，一直想开一家咖啡馆，但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店面，害怕竞争太激烈，担心自己没经验等等这些问题，足足拖了5年都没有行动。其实这些问题，店面可以慢慢找，竞争可以做出差异化，经验可以去学习，但他却先被问题的大小给吓中了。有钱人则坚信自己比问题大，他们遇到困难时会想，而不是我能不能解决。就像哈维第一次创业失败后，他没有被巨额欠款压垮，而是选择去打工还债，同时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被问题定义，而有钱人呢，把解决问题中不断成长。第10个档案，有钱人是很棒的接收者，而穷人呢，却是糟糕的接收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别人送你礼物，你推3阻4；别人夸你优秀，你连忙否认；甚至捡到钱了，你都觉得这钱不该是我的。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接受障碍，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哈维的太太小时候想要零花钱，妈妈总是说找你爸爸要去，他有钱。久而久之，他的潜意识里就认定女人不该有钱。婚后哪怕哈维给他钱，他也会不自觉地花光，仿佛留不住钱才是正常的。而有钱人则懂得坦然接受，他们相信自己值得拥有好东西。有人送礼物，他们会真诚地说，谢谢，我很喜欢，谢谢，我确实很努力。遇到赚钱的机会，他们会坚定地说，我配得上这个机会。所以核心差异是，穷人用拒绝来保护自尊，而有钱人呢，用接受来打开财富通道。第11个档案，有钱人选择根据结果拿酬劳，穷人呢选择根据时间拿酬劳。你是按时间赚钱，穷人的答案往往是前者，我1个月工资8000块，干多干少都一样。而有钱人的答案往往是后者，我帮公司赚100万，我拿10%的提成。按时间赚钱，你的收入永远有个天花板，毕竟一天只有24小时，但按结果赚钱，你的收入才可能无上限。你创造的价值越大，赚的就越多。他为刚工作时也做过按小时计费的杂工，后来他发现这样永远赚不到大钱，于是他改成了按项目收费，帮老板做成一笔生意，就拿固定比例的分成。穷人害怕按结果赚钱，因为他们怕没保障，而有钱人则喜欢这种模式，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就像有位程序员，他放弃了月薪2万的稳定工作，虽然前3个月没赚到钱，但第4个月他接了一个大项目，一下子就赚了20万。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稳定换平庸，而有钱人呢，用风险换机会。第12个档案，有钱人想着如何2个都要，而穷人呢，却总是想着如何2选1。你想赚钱，还是想陪家人？想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是想赚大钱？穷人总是在这种问题里2选1，因为他们相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道单选题，选了 A 就必须放弃 B。 哈维年轻的时候也曾被这种思维困住，我要创业就没时间陪家人，我要陪家人就干不到钱。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思考题。比如他可以每周不抵3天陪家人，其他时间专注工作，这样既没耽误赚钱，也没冷落家人。他们不接受那种要么苦要么穷的逻辑，而是想方设法如何才能既轻松又富有。就像有的人既做着自己喜欢的设计工作，又通过线上课程赚取被动收入，有的人既能陪伴孩子长大，又通过远程办公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被限制性思维困住，
而有钱人呢，用创造性思维来打破僵局。第13个档案，有钱人专注于自己的净值，而穷人呢，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收入。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这是穷人最关心的问题。你的净值有多少，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最关心的问题。工作收入是你每个月拿到的工资，而净值是你所有资产，包括存款、房产投资，减去负债后的实际财富。前者好比是水流，后者才是你的水库。决定你是否真正富有的，是你的水库里有多少水，而不是水流有多快。穷人总是追着工资跑，涨了500块就开心半天，换了份月薪多2000块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他们不知道，如果只会赚钱，不会管钱，赚再多也存不下来。就像有的人月薪5万却月光，有的人月薪1万却能靠投资买房。而有钱人呢，他们专注的是如何攒净值。他们会做4件事：增加收入，强制储蓄，合理投资，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他为无论赚多少钱，都会把 10% 存起来做投资， 20% 用来改善生活，剩下的才用于日常开销。这就是他从月光族变成千万富翁的核心秘诀。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收入来衡量财富，而有钱人呢，用净值来衡量财富。第14个档案，有钱人很会管理他们的钱，而穷人呢，却很会搞丢他们的钱。你每个月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反正不知不觉就没了。而一个有钱人可能会很清晰地告诉你， 30% 存起来， 20% 用来学习， 50% 当生活费。管理金钱不是赏气，而是让钱真正的为你服务。穷人要么是乱花钱，看到什么买什么，要么是完全不敢花钱，1分钱掰成2半用。有钱人呢，他们都有一套清晰的金钱管理系统。作者建议我们可以把钱分成6个账户， 10% 用于财务自由账户，只用来投资创造被动收入， 10% 用于玩乐账户，这个月必须花光，用来好好犒劳自己， 10% 用于长期储蓄账户，用来买房子、车子这些大件， 10% 用于教育账户，用来学习、提升自己， 50% 用于需求账户，支付房租、生活费等必要开支，最后 10% 用于付出账户，用来捐款帮助他人。这个系统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既给了你存钱的动力，又让你有了花钱的底气。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让钱失控，而有钱人呢，让钱听话。第15个档案，有钱人让钱帮他们辛苦工作，而穷人呢，辛苦工作赚钱。你是在为钱工作，穷人的答案是前者，我不上班就没钱，而有钱人的答案是后者，我的房租、股票、分红都够我生活了，靠工作赚钱。你永远是钱的奴隶，你才能成为钱的主人。被动收入包括房租、利息、版税、企业利润等等，这些收入不需要你亲自打理，哪怕你在睡觉，它也会自动进账。穷人总是抱怨，他们不知道，越早开始，未来就越轻松。哈维在25岁时就开始买小户型出租，当时每月只能赚几百块租金，但10年后，这些房子的租金涨到了每月几万。这就是钱生钱的魔力啊！有钱人则把创造被动收入当作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努力工作是为了积累第一桶金，而这第一桶金呢，是为了购买能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就像有的人攒够钱买了3套出租房，从此以后光靠租金就能覆盖所有生活开支，这就是提前退休的秘密。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时间来换钱，而有钱来换时间。第16个档案，有钱人就算恐惧也会采取行动，
而穷人呢，却会让恐惧彻底挡住他们的脚步。你有没有因为害怕而错过一次绝佳的机会？穷人会被恐惧牢牢困住，而有钱人会带着恐惧一起行动。穷人的逻辑是，当我不害怕呢，我再去行动。可恐惧就像你的影子，你越躲，就像有的人想表白，害怕被拒绝，结果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跟别人走了。有的人想创业，害怕失败，结果看着别人用同样的想法赚了大钱。有钱人的逻辑是，就算害怕也要去做，他们知道恐惧不会消失。他为第一次上台演讲时，紧张到腿都在发抖，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讲完了。后来他成了知名的讲师。他说，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但依然敢去做。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舒服换平庸，而有钱人呢，用不舒服换成长。第17个档案，有钱人持续学习成长，而穷人呢，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一切了。你最近学到了什么新东西？一个穷人可能会说，我都懂啊，没必要再学了。而一个有钱人则会告诉你，我刚学了一个新的投资技巧，特别有用。他会说，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3个字就是我知道。穷人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习惯用过去的经验来应对现在的问题。这就像你拿着一张旧地图去寻找一条新路，结果注定会迷路。有钱人则非常清楚，不学习就会被淘汰。他们每年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看书、上课，主动向别人请教。巴菲特每天阅读500页书，比尔盖茨每年都会公开自己的书单，哈维自己也保持着每月读10本书的习惯。所以这里的核心差异是，穷人用过去来定义自己，而有钱人呢，用学习来更新自己。这17个财富档案真的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它们更像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操作手册。它们的核心不是让你假装有钱，而是让你真正的像有钱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就像作者说的，你不必出身富贵，不必天赋异禀，只要你愿意换一套财富程序，你的人生就有可能被彻底改写。关键就在于你敢不敢按下那个重启键。哈维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到，如果这辈子只能留一句话给世人，你会说什么？他的答案是，真正的富有取决于你能付出多少。这句话他道破了财富的终极意义。我们花了这么多篇幅聊思维，聊财富档案，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守着金钱的富翁，而是让你成为一个能真正驾驭金钱的强者。山顶的风景固然迷人，但更珍贵的是在登山过程中，你练就的肌肉磨砺出的韧性，以及你看到的更广阔的世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的有钱人，他们谈论的往往不是钱本身，他们会说，这个项目能帮助很多人，或者我从这次失败中学到了什么，再或者我想让我的团队都能过上好日子，并为他们明白，财富不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副产品。当你从抱怨外界，你收获的不只是财富，它有掌控人生的底气。当你从害怕失败，你得到的不只是机会，它有破局生长的勇气。当你从计较得失变成懂得给予，你拥有的不只是人脉，还有被需要的幸福，才是比银行账户数字更坚实的资产。哈维在书里提到一个细节，他早年破产时最痛苦的不是没钱，而是觉得自己失败者。后来东山再起，最快乐的也不是赚回了钱，而是发现原来我有能力从泥潭里爬起来。它就像一面镜子，既能照出你本来的样子，也能逼出你潜在的样子。有人说钱会改变一个人，其实不对，钱不会改变人。如果你本来自私，钱会让你更自私；如果你本来善良，钱会让你有能力变得更善良。
那些拿着财富去做慈善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有着给予的基因，财富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别再把焦点只放在赚多少钱上了。多问问自己，我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不再期待一夜暴富，懂得慢慢来比较快，明白赚钱的本质是解决别人的问题，不再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你是不是更勇敢了？哪怕还是会恐惧，也敢迈出那一步。因为你知道，成长永远都在舒服区之外，这些变化才是财富给你的最好礼物。最后，我想对你说，改写财富蓝图不是为了让你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让你找回那个本来就强大的自己。不必刻意去装有钱，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整思维，一次次的突破惯性。那些你羡慕的有钱人思维，其实一直都藏在你的骨子里，只是被过去的偏见给盖住了。任何人都能获得财务成功，而比财务成功更重要的是，你终于相信自己值得这一切。当你有能力保护你想保护的人，当你能用财富为这个世界添一点光亮，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成为了多少。这才是财富对你最深远的意义。